那么卓荣泰所谓新的经济部长龚明鑫呢，献上祝福还送他一个经济优先，任重道远那这个原来还是秘书长了那郑丽君副院长去呢，说呢龚明鑫是一个王牌，所以要经济优先还有跟他们都很熟所以像开同学会一样那另外呢，龚明鑫谈关税，因为大家很重视关税说任何情况台湾都有路可走因为呢，虽然我们比这个某些国家，日本啦、美国啦，相对比较高竞争对手关税比较低，但是美国市场会空出很大的机会还有更高的市场都空出来了那所以台湾有路可走，而且呢，非美国市场，他讲非美国市场会空出很大的机会那所以呢，我们还可以去我们既然可以去美国，也可以去其他国家类似这样。问题是非美国市场是什么市场最大？就中国市场最大，大家都要抢那你要不要抢？还是你要放弃？这个你要自己想清楚嘛然后呢，另外呢，说卓荣泰说的是真心话吗？媒体都有点好奇了甚至有点怀疑了那另外，川普也在美国国内，他原来是这个贸易法案说他违法，现在到巡回上诉法院也说他的关税违法那到底怎样？那他的商务部长这种不管，我们继续跟外国协商，因为最后还要到最高法院10月14号准他这个关税生效是到10月10号，上诉最后期限之前你没有上诉以前都算，但上诉以后呢，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里面6个是保守派的。只有3个自由派，川普当时任命了3个，川普运算不错了，因为美国大法官终身制，很多时候一个总统8年或4年任一个都任命不了，川普居然任命了3个有人退休，有人死掉，有人这样有那样，所以呢，真的到最高法院会怎么样就很难讲那反正呢，郑丽君说我们持续去争取更好的税率吧。那另外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光电板的寿命只有20年。所以日本从2012开始发展，2012开始发展这个光电快，因为绿能嘛，其实谁反对绿能？绿能很好太阳阳光、空气、水对不对？都很好所以呢，现在已经有50万吨的这个光电板要报废了。问题是谁来买单谁付这个钱那照理讲，就是日本讲说以前比如汽车报废了，那车主要付钱你的家里冰箱报废了，你这个所有人要负责，那光电板是谁的？很可能都是电厂的到底谁？还是我的这个光电板卖给电厂？那到底谁要付钱？因为当时没想到这个问题现在没有人要付钱那台湾将来怎么办？比如台湾之前也说光电板那些业者要负责，结果后来发觉业者现在都不负责那是环保部负责，环境部负责吗？还是政府还是经济部负责呢？还是台电负责呢？所以这个问题很大，而且大家都没有想到，甚至日本人都说光电板还有寿命本来就是有寿命核电厂40年，光电板20年了，光电板那怎么办？谁付所以呢，日本政府说没人买单没有人要付钱那怎么办所以呢，台湾就开玩笑说你放在路边就好，台湾不是这样吗？就丢在那个地方把它切碎掩埋就好了。我们看一下。颁授印信，新任经济部长龚明鑫接过印信，但9月1号这场上任方式是不答，不是交接，不见前经济部长郭志辉。但郭部长以冷静的判断、务实的作风，带领经济部团队积极推动各项政策。最关心的自然是美国对等关税冲击以及会否加入台美谈判小组。那前方主要还是以政务院长还有这个 OTN 以及这个总谈判代表为主，术业有专攻嘛。我们做好我们的资源性的一些角色。非美国市场也是有空出很大的机会都可以让我们有路可以走。透露周一下午就会跟几大工商团体对话，之后要到中南部了解个别企业。龚明鑫手上紧抓的是行政院长卓荣泰送的礼物，从政院拿到经济部。经济优先，任重道远所以这个不晓得是礼物还是指示要拼经济优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主持秘书长交接，主动提及对美谈判态度。我们谈判团队的目标就是继续为我们产业争取更好、更合理的税率。副院长什么时候去美国谈判？新任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也透露，周末已经一一打电话给内阁团队的首长，要大家各自提出5项急需解决的问题和政策等。
我会做好秘书长这个控球后卫的角色，贯彻执行院长、总教练的战略目标。总府也颁布国安会副秘书长徐思俭和刘德金转任咨询委员，台北市议员赵义祥和总府发言人李问接任国安会副秘书长，内阁2.0新占的位置各就各位。廷佩怎么看这是新内阁？其实我想在这一次的内阁改组有人有赞赏，有人有一些批评哦，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给他们机会，在这个机会当中，尤其都有很多的亮点嘛哦，从我们的这个体育部然后一直到我们现在有新的国安团队，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大家年轻人承接的一个责任哦。那其实我刚刚看到说，这个郭智慧部长当然一直对于他我觉得我还是要帮他讲几句话因为我都在经济委员会，其实我很清楚，其实一个部长他要面对很多的媒体的咨询或是很多的问题，他都要第一时间。但是大家知道说，郭智慧部长他是从企业界过来的，他在讲话其实如果企业界的这个老板在讲话，其实都是很果断、很直接的。可是，在行政团队是不行的，所以在一开始，其实我们也给他很多建议，说要小心。你在这个业界跟现在是不一样。我就举一个例子，其实，我曾经安排了我们部长跟我们台南的协业，然后去做对谈。那其实部长就很直接，协业就听了，刚刚心来就不是猪逼了哈。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帮协业最多的就是郭智慧部长，他一回去没有二话，就汇集了所有相关的部会，然后马上针对他们去盘整他们的问题所在。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府城协。也就是要有自己的品牌。他认为说，你既然台南的鞋那么好，传统产业那么好，你没有自己的品牌，这就是企业家不一样的一个概念。那当然，当你在面对媒体，你没有把话讲得很清楚的时候，就会被断章取义。所以这就是郭智慧部长在最后，然后很多时候完全没有办法被一般人接受他的一个讲话方式，其实这就是他这一次会默然离开，然后他留下了这所谓吟诗，然后归去的心情，然后所以其实他真的想做事，而且也做了很多事，只是说在表达方式没有那么的一个顺畅，然后那其实我也觉得说，在这一次像光电板的问题，不是大家不知道，其实大家知道在台南，当时我们在很多的协调会，我们都说光电板只有20年，我们当时就拜托说，一定要先未雨绸缪，光电板20年后要去哪里？但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啊，你这当个就顾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一次，我们台风风灾一次就把所有的光电板的问题凸显。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既然知道了问题，我们不能去做任何的逃避，甚至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因为这真的是问题。当我们没有把光电板处理好，那下一个绿能在哪里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环境部也好，还有相关的部会，经济部也好，这个都是责无旁贷。现在让我们提早面临20年后的问题，因为一次风灾考验我们，所以我们就要直接直球对决这个光电板该如何处理。佩君，这个内阁改组上个星期被定义为就是就职周年暨大罢免之后的改组，但是说实在的，其实没有什么太新的名单啊。那一般民众多半无感，因为除了这个比较普遍有知名度、大家熟知的李阳接任运动部长之外，其他的政务官说起来就是府院党的这个大风吹的座位转换而已哦。那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事情是，其实连立场相对亲绿的这个妇女新知运动会基金会，他就发了一个稿子提醒赖清德说，你这个参选的时候有承诺阁员女性必须要占这个1/3。那结果现在这个小改组之后，反而从25%降到22%，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提醒，结果下面就被大幅的出征啊，只差没说他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哦。那从这个点你就可以去看到这个改组有多无趣，无趣到自己人找不到亮点，只好在这个自己的阵营里面去找一个敌人，去拿这个妇女新知来出征。但是我觉得现在对台湾人来讲，其实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民
进党一方面不诚实的告诉你我们的未来的电何去何从，那二方面真相他也不全部都说，包括光电就是哦，这个太阳能光电板主要的材料是玻璃，那它其他的结构有金属跟塑胶，所以技术上来说它确实是可以回收。那可恶的就是环境部也好，经济部也好，一直告诉别人告诉大家90%可回收，所以想要说服社会说这个光电是一个可以永续的产业。可是各位，这是偷换概念啊！90%可回收不等于全部可回收，那剩下的那1成呢？去哪里了？丹纳斯台风过了之后，全台报废了这10几万片的光电板，远远超过了现在所有的业者能够处理的量能。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光电废弃物在南部不是散落，就是集中之后，它的这个拆解状况并不理想了。那环境部自己的评估是说，到了2035年，最近新设的这些光电板会陆续的达到使用年限，那每年会增加多少？会增加10多万吨的废弃物。所以用我们刚刚的那个最简单的数学，10多万吨处理掉90%，那还有1万多吨啊！你有告诉我们这些要怎么办吗？那可以回收跟有人愿意回收又是另外2件事。举一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哦，就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纸的容器跟塑胶容器已经被要求要做到可以回收的标准，那民众也会配合去做。可是问题是回收的价钱并不好，所以其实到很多时候回收完之后还是进了焚化炉，所以未来这个光电板很有可能就会步上这样的后尘。经济部是从2019年才开始收这个回收处理的费用，可是2018之前呢，它并没有收啊。那现在每千瓦1000元的这个处理费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到时候如果变成像日本那样子的产况了，你各位去想哦，现在遍地都是光电板，把我们的山林啊、这个农田通通都占用，但起码它发得出电。可是未来它不能发电，变成大型废弃物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民进党现在没有告诉你，但20年并不远，它很快就发生了。现在已经累积了。好，那么对一人要不要发1万，要不要领了啊？那他们就有一个人说有一个切结书，就是青鸟呢就不领啊，拒领啊。然后呢，他这样写哈，我觉得蛮有趣，因为字很小哈。就是说呢，本人为崇高的青鸟，品德崇高啊，对民进党忠贞不二，绝无二心。所以立法院呢毁宪乱政，居然敢发1万块给每个人，本人痛心疾首，绝对许下以下的神圣承诺：第一个呢，拒领1万块；第二个呢，这个钱呢应该主动捐给台电；第三个呢，效忠民进党中央啊，坚决死都不领。如果日后不慎领取该1万，要用下面的行为来弥补：第一个，在捷运站出口或是商场门口呢，跳一曲大展宏图，高喊大展宏图，中国抖音有料；第二个，在立法院门口公开忏悔，手持赖清德语录，背到声嘶力竭为止；第三个，自治我错了，领了1万块，对不起台电。手持这个板子在南部光电区域罚站3天。第四呢，亲自观看赖清德团结10讲，1年绝不能打哈欠啊！反正凤吉认为这是反串的啊，因为不知道真的假的，不知道。不，听说只有600个人就留言，到现在为止只有43个人登记说愿意不领1万块。当时我有讲因为现在行政院编了10亿，所以因为当时人算错了。不止2350万，还2300还多一点所以呢又多一点人要领，然后呢还要那个作业费3亿我就想，我说其实不必了，只要有10万个青鸟不领，一个人1万块，10万乘1万就是10亿，10万万就是10亿，10亿就是什么钱都有了，干嘛？一定很多人不领啊那青鸟既然说不能领，那叫青鸟不领嘛。10万个青鸟，民进党赖清德不是青鸟飞出来，10万个都飞不出来，对不对？那你搞什么鬼的所以到底会多少人不领，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以前也不是每个人都领了以前也有人可能因为不管什么原因了所以如果有10万个青鸟不领，钱就够了，就有10亿了那因为地方补助款现在地方也在增了好，那个蒋万安不是上礼拜4还到行政院会去抗议嘛？那中东锦苗栗县长是说呢，分配公事应该制度化，不能变来变去你不制度，不是你自己要给多少就给，还要大家还要来申请，这算什么呢？那左荣泰说呢，有10个县市的分配款还比以前还少，被砍了。
所以卓荣泰说计算是有误差，要检讨。计算怎么会有误差？我也不懂，这么重要的事情，主计长在干什么吃的？怎么会计算错呢？很奇怪哦。反正你看有10个县市，比如说基隆比以前少2亿，花莲少14亿，新竹少7亿5，然后呢这个彰化县少7亿，然后云林嘉义县嘉义市都少，澎湖连江金门县也少，尤其金门少了39亿，少很多哎。但也有人增加了，台北市增加了26亿，新北增加40亿，桃园市增加30亿，台中增加30亿，台中市、台南市多10亿，高雄市多5亿，有增加的，但是也有减少的哈。那所以呢，财政部说要全面修法啊，公示有问题啊。那卢秀燕说，你用预算要照顾地方人民啊，你怎么搞了个半天呢？还削减了哈。谢龙介说，现在是中央以总额不变砍钱，因为预算法有说了哈，就是说不能少于去年。那地方就认为说每个县市不能少于去年啦。那中央说不是，是总数不少于去年就好了。所以谢龙介说这是逼地方政府向部会讨钱嘛。那立法委员徐宇珍说呢，这个叫做偷梁换柱。所以呢是赖政府替2026的选举来铺路。听话就多给，绿营就多给。来，我们看一下。普发现金最快10月可领，比照112年全民领6000元的模式进行，一共有5大领取管道：登记入账、ATM 领现，特定族群可以直接入账或造册核对，也能透过邮局领取。网友发起活动，不领1万，还要补助台电，底下附赠切结书，违者愿遭党的道德审判跟青鸟批斗。原来是网友的恶搞。今日统筹分配款不均，在基层引发争议，累积过去重北轻南的一个弊端，真的是让南部的人伤透了心。我们发现今年这样子做下来，有一点点的误差。坦言计算有误差，中泰有感而发，因为根据财政部最新的明年度统筹分配款，像是基隆、花莲、新竹县、彰化县，虽然都增加不少，却比新版财划法试算结果有2至14亿元落差，其中云林县更是少了27亿，但这些县市跟去年相比，好歹都有增加，唯独离岛莲阳县计算后差额负25亿，获配7.13亿，比去年少了1000万。全国各县市都增加，只有马祖减少。你说我生气不生气？我觉得很郁闷呐。我们会邀请所有的县市长来到行政院，或者是我们到地方来拜访大家。财政局会清楚完整对外说明。不便回答，或许也是因为台北市分配款大幅增加，跟去年相比，双北获配总额都增长400亿以上，桃园则增加290亿，台中288亿，台南增加170亿，高雄增加250亿。那行政院必须能够一起来做考量，叫听北人，叫北人啊。那怎样？其实这个统筹分配款这一次下来之后有这样的问题，那行政院也说我们可以大家再来讨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那当然它总额的部分到底要以总额还是以个别县市哈，我觉得这其实都不用在这边论哈。重点是说我们要各县市好，尤其我们现在是国民党执政比较多。我们财划法之后，新的财划法，每一个县市都会多很多，而且比例都多的蛮多的。所以如果依照这样的状态，其实要去看的是整个你要怎么去花出去，而且你要去跟中央，不是像大家讲说，哇，2026，我们要为了选举，说执政党要为了选举，错了，所有的你要去跟各部会都要有我们的计划书跟我们的这个规划，没有规划没有计划是不可能要钱的。你说哇，未来可能2026要选举了，哪一个这个候选人，民进党的候选人要跟这个执政党选的时候，可能在地方上，如果地方政府不帮你送计划，你是没办法讨到预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如果再把跟选举扯在一起，其实扯不完了。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回归到怎么对地方好，预算要怎么花在刀口上，能够让每一个地方，尤其每一个县市，当你财划法新的财划法多了这个好几十亿的时候，你要怎么花？我觉得这个到时候在明年的时候，应该是大家非常注重而且要去关注的议题。
对不起啊，我过去跑财政部非常多年，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无能的财政部加上主计总处。财政收支划分法，这实际上是一个累积了几十年的议题，每一次要修正它都是一个重大工程。但是呢，去年底修正完了之后，到现在已经是9个月的时间了。主计总处跟财政部其实有充裕的时间，然后去根据新的财政收支划分法，这跟计划型补助款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统筹分配税款。统筹分配税款，这是一个大桶子。那这个大桶子要怎么分配？当然，财划法修正的时候，它有很多的细节的一些规定。根据那些细节规定之后，它其实一定会有一些属于行政命令或者解释函令要去修正的地方。那么过去一向碰到了这一类的修正，不只是统筹分配税款的修正啊。那么财主单位，财政部跟主计总处一定会邀请地方政府的财主单位一起来。那我们把那些公式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对不对？这绝对是要透明的。然后每一个单位，它都必须每一个地方政府，它都必须要回去自己能够计算，而且我计算出来的金额跟你计算出来的金额要一致，因为你要编预算，人家地方政府也要编预算啊。我地方政府在编列预算的时候，统筹分配税款就是我当然收入了，这跟补助不补助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那怎么会搞到说从去年底通过了法案到现在，那中东锦还要出来喊说能够有一个透明化的，然后一个公平的一个公式吗？到现在连一个公式都没有去年在修正的时候没有对案，今年在发放预算的时候，编列预算的时候没有公式，怎么会有这么无耻又无能的财主单位呢？我从未见过。我30年前跑财政部主计处，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一批官僚，我不知道今天怎么会沉沦至此。还财于民普发现金还给大家每个人1万块钱，正常应该在10月底可以完成，因为这个特别这个预算在上个礼拜5已经通过了。然后他民众党那时候提了一条条文，因为怕民进党又一直在偷了，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嘛，所以定了一条，就是说你过了上个礼拜5特别预算过了之后，特别条例过了以后。他这个1个月内，他必须提出特别预算，就这个钱怎么分，他要非常的清楚。然后1个月内等3读，立法院大概9月19左右，我们9月这个月19号我们就开议了，我们尽快把它审完，1个月内就发下去。所以大概顺利的话，应该10月底这1万块会送到每个人的手上去。可是刚刚凤馨说那个青鸟，可能那个是人家什么规章反串的，我不同意，人家道德非常崇高的啦。所以我们郑重呼吁，青鸟赶快去签，然后这1万块，这1万可以做很多事情啊。第一个你不要领，然后你就指定说要帮台电嘛。你们所以说台电那个波补是应该补，对不对？旗杆在讲，这是错误能源政策，越补越大洞了，越补越大坑了，像无底洞啊！你们说要波补，你就不要领这1万块，拿去补这笔钱，或者像赵大哥讲的那个费用要花10亿，太多钱了嘛，你们就有10万的青鸟，赶快站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另外，刚刚提到这个财划法，这个凤馨说什么无耻无能上，我觉得最严重是什么？没有心呐！财划法20几年没有修。结果现在修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呼吁。你看最近这1年半，我当地有1年多，我光是执行3次，公听会讲了2、3次，要财政部赶快把案子提出来。他们直到过一个对案都没有更严重什么？过了9个多月了，财划法里面是有很多很明确指标的。你每次你问他说有公式啊，你要怎么去分钱？他一定依照你的人口数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对不对？面积嘛，还有说你这税收的贡献度到底有多少，这都里面一个一个都是很重要。而且老讲，长久以来统筹分配税款这个钱怎么花，怎么会没有公式呢？都有啊。更离谱的，这个案子过的时候，我们还问了财政部，他自己做了一个精算出来给大家。每个县市大家有印象吗？刚过的时候，财政部给我们一个案子，每个县市增加了多少钱？所以你看那时候在大罢免的时候，我们每次到那个各个县市去演讲，我们都说，好像说，例如说孟凯，对不对？建豪，你们帮新北市争取了多少这个统筹分配税款，对不对？建豪也帮台中市争取到多少，这都是我们演讲的重点我们吃的来源是哪里？你长期不精算了，你现在又把它搁冰得啊嘞？你怎么打自己的嘴巴呢？更离谱的是刚刚凤馨讲的，我们长久你看他跑财政部跑立法那么久了，财划法每一年都有做，他每一年都是不只是有公司要精算的，他在怎么分钱，他在每一年的7、8月他都要通知各个县市政府对啊，要不然现在9月份开始，你看你现在立法院看，立法院现在每天你会看到一个推车推过来，什么要审明年的总预算，钱都编好了，你到各个县市政府去看也是这样子，送到议会去，因为包括中央的补助款、分配款，这时候都已经确定了。你怎么这时候
你像云林县长张立善就很生气啊，我说已经编好了啊，是你跟我讲了，我才依照这个钱编的哦。就你现在跟我讲到少了20几亿，我现在没生钱给你，怎么会这么无能、无耻又无心的这个政府呢？所以我们现在明确要求，你第一个把你现在什么算错，我不认为那是算错，他就是依照之前财政部算出来那个，好好去跟大家沟通好就好了，赶快出面来沟通，而且这个过程要是公开透明的，每一个县市1毛钱都不准少。休息一下再回来。